母亲要找回他，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。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。我会告诉姐姐，鬼玺已毁，赵炳文就是因为用了它而死。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，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，还未可知。可若是把它留在世上，终究是个麻烦，关乎天下苍生。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，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。驾！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。庄将军护国有功，新皇召你回京，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？赵炳文的所作所为，尽人皆知，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。臧大人，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。臧海，要不要与我赛马，比试比试？你是马背上的将军，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？你骑马的本事也不差呀。驾！陛下赢了。陛下，哎，臧海，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朕说一声？臣怕扰了陛下的兴致。既然来了，就陪朕下一局棋吧。臣棋艺不佳，不敢与陛下对弈。不碍事，朕也是棋艺平平。朕在还未入宫时，就听说过你不仅博学多识，工于营造，更有治世之才。陛下过奖了，臣出身布衣，不过是略懂些雕虫小技。你不必自谦，朕可是听说你深受先帝喜爱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回陛下，这些都是先帝之前做的，刚收拾出来。臧海，你说，朕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呢？宫里的一切，都听凭陛下处置。先帝生前喜好木工，既是心爱之物，拿到先帝灵前烧了吧。是。臧海，你替朕铲除了奸佞，可想要什么赏赐？回陛下，臣的确有一事相求。前任青边剑监正蒯夺，忠君爱国，他是被赵炳文所害，还请陛下将此事昭告天下。这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，算不上什么赏赐。除此之外，你还想要什么？
陛下，臣想要致仕还乡。藏海，朕初登基，正是用人之际，朕本想让你重回内阁，帮朕察官治吏，你不愿意吗？臣自入仕以来，终日惶恐，暗度劳形，深感自己志不在此，乐不在其中。先帝还在时，臣就已经有辞官归隐之愿，还望陛下恩准。你想清楚了。也罢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朕也留不住你。来，陪朕把这局棋下完吧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侯爷，小人还不想死。你当着百官的面，把事情做这么绝，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吗？小人出身贫寒，孑然一身，若是浑浑噩噩度此一生，死与不死，又有何区别？小人并非身无长物，所以想要搏一搏，搏的就是此刻。此刻也不会太长了，等马车一停，我就会杀了你。还有什么话，趁现在都说了吧。小人深知侯爷是行伍出身，浴血沙场，见惯了生死的武将，自然是不会相信今日之事与阴阳八字有关。但小人今日就是命不该绝。你精通堪舆之术，给你自己挖一条逃生通道，易如反掌。而你却明目张胆地从皇陵出来，你是让本侯要在众人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放了你，要让世人知道你命不该绝。小人想要逃生固然容易，但只怕此后终生都不得以真实面目示人。小人有幸得侯爷赏识，才离了上无偏房、下无寸土的日子。若小人还想为侯爷卖命，就需要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份。况且我也是人，有人想要算计谋害我，恕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小人拼死也要向侯爷讨个公道。公道？藏海，你堪舆的本事，本侯之前已经见识过了，但是现在，好像你嘴皮子功夫更胜一筹。你口口声声说幸得本侯赏识，但却逼着本侯为借今日之为，失去一名得力干将，颜面尽失。你说你该不该死？小人自认今日没有做错，因为我知道侯爷早已经受够了无用之人。你他娘的是说本侯看中的第一幕僚是废物？侯爷乃人中豪杰，左右跟随的自然不是庸才，但德者才知足。若是不能对侯府一心一意，安分守己，岂
岂不是大大的无用？说，杨大人，斗烧之气，不但不为侯爷网罗人才，还排斥异己。想必之前也有不少人才进入侯府，但终究没有办法走到侯爷近前，留下的不过是些无用之人。但若只是排斥异己也就罢了，这些人狐假虎威，缠上脚下，只怕给侯府引来大祸。什么大祸？侯爷功高不少，这些年却不露锋芒，但有些人却打着侯爷的名号，在外横行霸道，不知招了多少暗敌。只因侯府有侯爷坐镇，所以这些年才安然无恙。霸道是本侯一贯的做派，他们只学了皮毛，但只要对本侯忠心耿耿，就算飞扬跋扈，那又何妨？只怕是平日里对侯爷言听计从，背地里却渐渐地忘了本分，习惯成自然，把自己的意思当做侯爷的意思。今日屈大人还没等侯爷下令，便擅自射杀杨真。纵然是为侯爷着想，但终究也失了分寸。侯爷若是不信，不妨等会儿看看，屈大人是不是又替侯爷将小人的生死做了决断。下车。怎么把车停后门了？后门闭紧啊，方便动手。藏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小人性命全凭侯爷。侯爷，赵大夫，给他治伤，跟楚怀明说，修改名册，把藏海的官职给删了，报上杨真的生辰八字，就说长史杨真自愿殉葬。侯爷，藏海此人野心太大，难以掌控，该杀。你是觉得本侯不能掌控，
还是你不能掌控？有劳大夫了。不劳不劳，多给点诊费就行。慢点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啊。放心，医馆那边都打点好了。我今天是堂堂正正摄人府请来的大夫，医术有限，见谅啊。来，我看看。师傅，你再晚半分，今年我可就出不了皇陵了。师傅老了嘛，你惹怒杨真，逼他们出手，只能应战。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，一旦他们出手，就会露出破绽，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。师傅，我需要你帮我办2件事。你顺着小仓河走到上游，会找到一座前朝防汛的堤坝，无人看守。当年幽河改道，致使它的支流小仓河出现地下暗渠，正好途经皇陵。而断龙石的下降由水力驱使，我会利用这暗渠，把小仓河的水引入皇陵水槽。你在太后下葬当日，守在堤坝。葬礼每完成一步，便会鸣钟一次。你要在丧钟第6响时做好准备。放断龙石！等放断龙石的第9声钟响，你立即关闭水闸。暗渠里的水会慢慢减少，断龙石也会停下。接着，你燃香祭石，而我会想办法从墓道里走出来。藏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断龙石落不下来，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？我什么手脚都没动，就是我命不该绝。只要我出来，它自然就能落下。我要让在场的所有官员相信，只要杨真进到墓葬里，断龙石就会落下。同时，我也会尽量拖延时间，等待香燃尽。楚大人曾经跟我说过，要安抚先帝之灵，需要一个8字与先帝相合之人，永远待在皇陵中。那是谁？杨真！你胡说八道！等香燃尽的那一刻，立刻打开水闸。小海，老天保佑！侯爷，时辰过了，小人不过一死，不足挂齿。但若是连累了诸位大人，小人万死难恕。
而此时，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我赌平津侯一定会顶不住压力，让杨真进皇陵。侯爷，这是要拉小人的东归于尽啊！保佑我徒儿顺顺利利。没等，没等，侯爷，打死我！事到如今，你除掉了杨真，受到了平津侯的青睐，小海也不枉你受这番罪啊！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咱们还有一关要过。我就知道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活着走出皇陵的人，一定不简单。平津侯真是好福气啊，能得你这样一位有经世之才的幕僚。您谬赞了，我当侯爷的幕僚不过才短短几日，不善应酬，受宠若惊，还请您有话直说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叫香案图，是这间枕楼的主人。藏海，见过香老板。咱们这是第3次见面了，我真是没想到，你刚来京城的时候还一文不名，现在却已经是平津侯府的第1幕僚。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你就升得这么快，我真是好奇，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，能够平地起高楼？一叶千丈啊！哪里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这么说吧，我仰慕大人的才华，也与大人有过2次交集，自认颇为有缘。大人既然能做平津侯的幕僚，也不妨考虑做我枕楼的座上宾。不论是求财还是求名，他平津侯能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你。香老板这是要抢侯爷的幕僚？不可以吗？和我做朋友很划算的。对不住了，您要是高看我一眼，在下一定会记住。做朋友嘛，在下不敢高攀。上次在枕楼，你被杨真、瞿娇、楚怀明3犬欺辱，我本想袖手旁观，你可知道我为何出手帮你？因为你与那3人不同，你骨子里不是一个恶人。所以你更应该知道，平津侯是武将出身，杀伐之心自然不小。他疑心又重，你在他的手底下过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。所以我想问你，为何攀附平津侯，替他卖命？明珠蒙尘，我替你不知。香老板错爱了，我只不过是鱼目混珠而已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在10丈红尘里面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罢了。说归说，可我看你志不在此。难道你想凭一己之力帮他重掌兵权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？别人做不到的，我总希望自己可以。
先前是我小瞧了大人，你和平津侯才是一类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勉强了，祝你飞黄腾达。多谢香老板，告辞。还请大人记住，在这京城里，你用得着我枕楼的地方，肯定比我用得着你的地方多。回头若是有难处来找我，记起今日的话，可不要脸红。听说他拒绝了你的招贤，他就是那个藏海啊。他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追名逐利之人，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拒绝了我们香老板的好意，似乎又有些风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八公子还看不出来吗？他铁了心为平津侯卖命，想向世人证明，他藏海是非常之人，能成非常之功。不过可惜了，他犯了你的忌讳。以平津侯的心性，若有朝一日重掌兵权，必定回到边境大杀四方。杨真只是个小人，不足为虑。可是藏海不一样，我不希望看到平津侯的手底下有这样一个能人。你想除掉他？哼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如今他是侯府的第一幕僚，许多事情都会分至他来，很多事一不小心处理不好，就会失去平津侯的欢心。管家，哟，藏大人回来了。这些是？这些都是外人送的礼物，是送给您的。您现在不是侯爷身边的红人吗？所以他们都抢着巴结您，认识您呢。您看，盘螭勾云玉带钩，瞧这用料，这成色啊，这都是顶好的。给我来看看这个，来打开打开，这宋代的崔子熙的《琵琶孔雀图》，这一看呐，它就是真迹。瞧瞧，这枝叶呀、翎毛啊，是极富逸情啊。真的是太雅了。管家，为何这些礼单都没有落款啊？你们都拿进去吧。大人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叫回头礼，这是京城不成文的规矩。您就是想退，都不知道退给谁。等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，自会出来认了这些礼。大人聪明。侯爷知道吗？这东西进了侯府，那侯爷自然是知道的。侯爷可有说什么？哎呀，侯爷管不了这些事儿。既然礼物是送给大人您的，您就看着办，看着办吧。知道了，那这些礼我就收下了。东西都收下了吗？收下了。你跟他说了回头礼的意思了？我说了，他自己也知道，回头礼一旦收下，便要替人消灾解难了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有人在施粥。不够吃再来，再来拿，还有拿好了。谢谢大人。不过还有呢，小姑娘，来，小心烫啊。谢谢。来，这是您的。哦，来。谢谢啊。好。给您谢谢。参见侯爷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小心烫啊！是。回侯爷，昨日小人收到了些回头礼，心里实在不安，便将这些礼换成了粮食，以侯爷的名义
施舍给这些穷苦的百姓们。侯爷出来了，侯爷出来了！多谢侯爷，多谢侯爷恩赐！好了，侯爷施粥给你们，是想让你们吃饱肚子，去领吧。多谢侯爷！好，领粥去，领粥去！快！小人自作主张，还请侯爷恕罪。藏海啊，没想到这件事你办得挺漂亮，我倒小看你了。侯爷，真是折煞小人了。小人不敢忘记自己是侯爷的人，那些礼物太过于贵重，我若是收下了，便是替侯爷欠下了人情。今日这样做，想必他们也不会再送礼了。再送，你就收着。难不成你觉得本侯没有本事替人消灾解难？小人不敢这样想。待会儿施完粥，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。跟着本侯不能只看四书五经，兵书也要多看看。是。恭喜藏大人。侯爷的意思是，藏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，不必再通传了。用这玉做的茶壶喝茶，好像味道都妙了几分呢。您要是喜欢就留着吧，反正以后也没了。昨日一事，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，今日便再也没有人来送礼了。这礼呀，收与不收都是两难，不收吧，未免显得太清高，让人猜疑。但我也不能真的收。杨真跟着平津侯10几年，平津侯对他的秉性了如指掌。杨真能肆无忌惮的收礼，我却不能。对喽，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您呢。不过，你竟对这些事儿都融会贯通了，也不知道是谁教的。当然是您教的呀，难不成师傅以前也混迹过官场啊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为师我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，你还不知在哪儿玩泥巴呢。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，幕后操纵庞大枕楼的，竟然是那个漂亮的小姑娘。她一开始设计害我，后来又救我于水火，现在又让我背弃平津侯投靠她，还给你开了那么好的价码，你还拒绝了。她的确不简单，有头脑，有手段，也不像是个坏人。藏海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极了，全京城的穷苦人都受了他的恩惠。他不但绝了送礼之人的心思，更是得了平津侯的赏识。你失算了。哼，香老板这么小，藏海怕是要倒大霉了。你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八公子放出的消息，京城无人不信。你帮我传几句话。什么话？不行，我向来只说实话，从不造谣。你八公子靠我枕楼吃饭，还敢拒绝我？这忙你帮不帮？不帮。上次你非要说太后的事，把厂卫都给招来了，还不是我替你摆平的？那我还不是为了给枕楼多赚点银子？那这样吧，以后你说书的票钱我多分你一成。你就帮我这一次嘛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求你了。
那说清楚啊，就这一次，今年就这一次，这辈子就这一次。小哥，将这封信交给你们库房的那位先生。好。再往中间放，瓜果放两边。管家，有，臧大人，先后的小店都准备妥当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有时行祭奠之礼了。好，那你先去忙吧。好。做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机关，不是为了杀人，只是不想这门技艺失传。你真爱、痴迷于这项技艺，不希望它沾染分毫的不良之念。但是爹，我没有其他选择了。现在他在我手里，我会用他杀了平津侯，为您、为母亲、妹妹和所有的师兄弟们报仇。臧大人，在做什么？我方才想了想时辰，今日酉时希祭，万物已入，酉为酒气，又有丰收之意，所以我将酒樽挪到了左边，以示尊贵。方才整理的时候，不小心沾到了香灰，清理一下。哦，还有这样的讲究，大人真是心细如尘。应该的。侯爷，时辰到了，该上香了。父亲，家中一切安好，胜券不减。
前些日子，皇上还嘉奖辅儿办事得力，您在九泉之下也可安心。过几日父亲祭辰，我携家眷到陵园，为庄家先祖敬酒上香。儿子绝不负您的嘱托，保业守成，让庄家永续。知行怎么还没来？侯爷已经差人去找了，知行从昨日起便已不在府中，怕是去什么地方玩了。机关为何没有动静？等他回来，自去领罚。侯爷，侯爷，祭拜先人乃一家之礼法，我看还是等二公子回来，和大公子一起吧。为什么要等他？目无家法，本侯不想见他。今日二公子不在，人数欠缺，这香炉中的香火不足9束，99归一，小人是怕先侯地下有知，认为不及呀。先侯征战四方，豪迈洒脱，从来就不相信这些。就算泉下有知，求的也不是99归一。不过，你为何如此紧张？从刚才起，你就看着这个香炉，有问题吗？啊，侯爷，侯爷，臧大人做事一向周全，刚刚还在操心祠堂的布置，还特意选了供香。这香有何不同？侯爷，这就是此前臧大人用的香。小人发现，此香不同寻常，心里有金丝，所以小人冒昧的将此香换下。臧大人，您这是何意啊？侯爷恕罪。今日祭奠先侯，此香内灌有金丝，燃香为火，火克金，可消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。小人斗胆用它焚香祷告，望先侯有灵，消灾降福，坐镇门庭，保家宅兴旺啊！庄山，在。去看看这香炉。是。既然是为了家宅安宁，为何自作主张，不和人商量？侯爷刚硬强妄，小人怕侯爷不信这些风水玄说，听了心烦，所以小人便擅作主张，还望侯爷降罪。本侯就是火命，不然这些年怎么立下赫赫战功？庄山，侯爷，藏海是为侯府着想，
你坏了他好意，该罚。小人自作聪明了。继续吧。这机关盒不在香炉里，那会在哪儿？我申时放进去，有时就不见了，中间只有一个时辰，怎么就凭空消失了？是有人发现我了，但显然平静侯还不知道。难道是丫鬟小厮将它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扔了？还是说，有人取了出来，准备在恰当的时机告诉平静侯？大人回来了，吃点茶点吧。我不吃甜食，你们拿去分了吧。谢大人。哎，祠堂的供台都收拾干净了吗？回大人，都收拾好了，贡品早就被丫鬟婆子们分掉了，祭祀用品也归置妥当，清理出来的阿扎已运往后院，一会儿就叫车拉走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在找什么？是在找这个东西吗？为什么现在要杀他？我见到了我的爹娘，他们被平津侯剥皮抽筋，置于侯府地下的密室里，被人踩在脚下，至今都无法安息。那你想过事后怎么脱身吗？我本来打算在府兵封锁侯府之前趁乱逃离，但没想到管家偷换了我的香。要不是恩公提前一步，今日平津侯恐怕就发现我了。一个管家，哪敢自作主张？如果是平津侯早就设计好了，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。你就没有想过，让你杀平津侯的人是他自己吗？过些日子是家父继承。先在府中加殿，再去陵园祭拜。你也好好准备一下。不知侯爷为何让我搬进内院？按规矩，幕僚都住摄人府呢。当年杨真杨大人最得势的时候，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来住。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，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。侯爷，最近市井上有一些关于小人的流言，流言本侯听得多了，都是些无稽之谈。不用放在心上，这些都是工部的图纸啊。侯爷的意思，以后有些事情，希望您多替大公子备用备用。他对你委以重任，你接近他就更容易了。待会儿施完粥，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。臧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，不必再中抓了。请问，莫非刚才那位？刚刚那位就是八公子。臧大人，别让我们小姐久等了。小姐，臧大人来了。向老板。真是巧了，我刚从外面回来，就赶上了臧大人来送礼。怎么，
这么快就有用得着我诊楼的地方了？香老板勿怪，在下是来赔礼的。先前的确是我妄自尊大，不识好歹，辜负了香老板的一番好意。不知道现在反悔，还来得及吗？臧大人不是口口声声说做朋友不敢高攀，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？莫不是多得了几分平津侯的信任，觉得自己已在高处了？别说是信任了，侯爷不猜忌我，都算好的了。在下可是被这几日的流言蜚语给害惨喽。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？什么流言？我怎么没有听说？香老板，您手下留情啊！这八公子的流言……哎，谁说是八公子说的？这可跟诊楼没关系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跟诊楼没关系，就当不是诊楼传出去的。在下今日前来，是想请香老板帮在下想想办法，消掉这些谣言。谣言嘛，一阵风不就过去了？风会过去，但事儿不会。流言会留在人们心里，传着传着，人们就会忘记在哪儿听到的这些消息，到最后都信以为真了。你这么在意啊？我爷说了，要将此事彻查到底。你拿平津侯威胁我？在下可不敢。若香老板心中坦荡，又实在是不愿意帮助在下，那我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臧大人可高看我了，我没那么大本事，未必能说得动八公子。你一定能请得动他。臧海，你要依附权势大展宏图，这京城里多的是手握实权的贵人，你不去依附他们，为何非要一门心思做平津侯的幕僚？当时他为了太后一事，在找风水先生，便抓走了我。我一介布衣，为了活命，我只能这样做。就好比溺水之人，在湍流中抓住一节浮木，只为图一线生机。只不过，我碰巧抓住了一棵参天大树。依我看，不是他选择了你，而是你选择了他。香老板似乎也很在意吗？这京城里人情如网，秘密之知，谁和谁有仇，谁和谁有恩，那都是河里的暗礁，看不见也摸不着。只有船撞上了，才能知道。说得好，在下记住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不会与你为敌。咱们俩想做的事儿，并不冲突。冲不冲突不是你说了算的。香老板，不妨静观其变。我就在京城，接受你和所有人的审视。谁要看着你啊？将来你是好是坏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东夏商人的摊子。东夏和大幽贸易往来原是平常，只不过京城的生意不好做，又时常有都尉司盘查。他就像你说的，不知不觉接受了无数双眼睛的审视。算了，刚才你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，我若是不放过你，
岂不是和杜卫斯一样坏？今日的礼物让你破费了，我会替你好好求求八公子的。多谢向老板，告辞。公子要买些什么？随意看看。这些都是自己做的，绣的是冬夏的纹饰，不知道公子喜不喜欢？这个我要了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你这就放过他了？是谁说的？想让他卷铺盖滚回老家，做不成卧龙凤雏的？我看不透他，听他那意思，这流言倒让平津侯对他多了几分信任，真是个奇才。你这还惜上才了？既然他不听劝，我又何必强求？咱们走着瞧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师傅，刺杀平津侯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和我商量，你是翅膀硬了，会擅作主张了。师傅，我错了。我本来是想找您商量的，结果半路被人打晕带走了。等我醒过来，还见到我的师兄关峰，他之前也在侯府做幕僚。啊？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还好，现在流言已破，平津侯也对你放下了戒心。甄老真是神通广大呀，一个流言就能让你身陷危机。平津侯不能杀了，我要留在侯府继续查第三个人。既然是三个人协同密谋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三个人的身份地位应该是差不多的。不一定。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官吏生贬时有发生，肯定会有漏网之鱼啊。哎，权贵、富商，甚至普通老百姓都不能漏掉。是我疏忽了，但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你说平津侯要是直接告诉我们该多好啊！那事情就简单了。师傅，你说的对。哎呀，我还跟你说笑呢，你还当真了？不是，这事儿真的可以让平津侯亲口说出来。但我不能问，哪怕我跟他关系再亲近，一旦我问了，他就会立刻对我起疑心。所以，我需要一个人，一个可以帮我打探消息、打开平津侯之口的人。那就得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大夫人蒋襄，贵族出身，自视甚高，你就算对他有价值，他也会把你当狗使唤。庄知府也是一样。况且我如今锋芒太盛，杨真、菊娇都因我而死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相信我。哎呀，这么说来就剩下一个人了。只可惜庄之行太过脓包，不然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。不，他就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可是京城老百姓都知道他不受平津侯待见，你确定要他？对，我要帮他获得平津侯的宠爱和信任，让他帮我问出那个人。那他凭什么帮你啊？历来历往，为利而已。你拿什么跟他换？让他成为侯府的继承人。
这庄知府是侯府嫡子，庄之行就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他拿什么去争啊？这就是因为难，才能让他动心啊。我帮他上位，他帮我问出平津侯的秘密，很公平。而且我听说他生母以前是平津侯很宠爱的一位淑人，但是母子二人后来渐渐被冷落遗忘，这样的落差可不是寻常人能受得住的。所以我相信，他不会拒绝。都下去吧。宣东夏郡主觐见。参见陛下，快跪下，快磕头，给陛下磕头。东夏小儿不懂规矩，陛下勿怪。无妨，自有大庸礼官规训。从今往后，她不再是东夏的郡主，朕就封她个柔远公主。奢则家贫，凡为女子，不可因循。一生之计，唯在于勤；一年之计，唯在于春。茶酒清香，有光门户；红日寒山，挽留居住。点烛擎灯，安排卧具，清静相承。跑哪儿去了？仔细找找，真是的。嘿，葛女使，有个小丫头跑进职宫了，有没有看见？好像往那边去了。殿下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们去那边找找。是。他们走了。你怎么没告诉他们呀？你又没做坏事，干嘛告诉他们？溜进来不算坏事啊。对我来说，溜出去才叫坏事呢。我终于一个人出来了。他们管你很严吗？是啊，我出门都会有人跟着，不让我随意和别人聊天。你看，你今天不就自由了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办法多得很。那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出来玩。就要这个了，那我给你插上。
我看看，如何？感觉还是不够好。那就去下一家吧。嗯。怎么样？你今日功课做完了吗？女史讲的东西，这么多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些，什么大庸的礼仪啊，大庸的国史，听得我烦都烦死了。哎，难为人家了。好了，今日要给我说哪段啊？好，我的公主殿下，你想听什么呢？是缠绵悱恻的爱恋，还是荡气回肠的恩仇啊？那我今日就要听冬夏的故事。好，那我就给你讲一个关于冬夏歌姬爱上大庸秀才的故事。骗人，根本就没有这个故事。那我又没有去过冬夏，我能编出来都已经是神通广大了，除非有朝一日你能带我去冬夏看。怎么啦？又想家了？没有。哎，有想过将来吗？我想过，不过我还没太想好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不喜欢做那些女工，我也不喜欢看那些我爹让我看的书，枯燥极了。我呢，就喜欢整日坐在街头巷尾，听人们茶余饭后讲些闲言碎语，然后再把它们编成故事。要是再配上影戏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你说书再加上影戏，肯定会有很多人给你捧场的。到时候一天下来，打赏的铜钱就不计其数。我就拿个布袋子跟在你后面收钱。你这个财迷，你看看你，哪还有点公主的样子？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们冬夏的孩子也能吃上冰糖葫芦，冬夏的百姓也能和大庸的百姓一样富足。我相信，冬夏有你这样的公主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。可是我现在被困在这京城里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我这个公主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大庸有句话呢，叫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。既然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，那我们就努力过好眼下的日子。至于你的冬夏子民，你现在虽然身在大庸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帮到他们。倒是也奇怪，这平时人山人海的，怎么今天这么冷清啊？因为还没开业啊。啊，你看，这陈楼怎么改成枕楼了？陈楼经营不善，亏了不少钱，现在被我给低价盘下来了。皇上也已经答应我了，从此以后，这枕楼就由我来经营。皇上答应你经营枕楼，你就别问这么多了，这就是本公主的地盘，带你看看啊。你之前不是和我说想要一个戏台子，给更多的人讲故事？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，我要让他们都来听你讲故事。而我呢，就像之前说的那样，跟在你后面收钱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。其实你说的对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既然我没有办法离开大庸，那就趁我还在京城的时候多做一些事情。我要让那些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之人多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